烘焙或油炸、水煮或烤制、薯片或薯条，你很有可能吃过马铃薯，无论是什么形态的马铃薯。马铃薯的美味那就不用说了，但其实它在我们的历史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，不只是如今我们所熟知与喜爱的主食而已。没有马铃薯的话，现代文明可能不会存在。8000年前，在南美安第斯山的顶端，古秘鲁人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。马铃薯含有高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以及必需的脂肪酸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马铃薯是完美的食物来源，为印加劳工提供了大量能量，以开垦与种植梯田，挖掘落基山脉矿产，以及建立起伟大的印加帝国文明。虽然马铃薯对印加人民非常重要，但当西班牙水手从安第斯山脉回国，首次将马铃薯引进欧洲时，他们却变得毫无价值。欧洲人根本不想食用它，他们把它当成来自异国他乡、食之无味的奇怪玩意儿，而且跟用于镇定的致命茄属植物颠茄太像了。欧洲人将马铃薯当作观赏植物，而不是吃掉它们。200多年后，马铃薯才成为欧洲的主食。即使到了那个时候，马铃薯主要也只是下层阶级的食物。但大约从1750年起，欧洲农民有了食物保障，部分原因就是廉价而又有营养的马铃薯开始普及。农民不再受制于经常发生的谷物饥荒，人口开始稳定上升。随着农民、劳工和军人阶级的不断壮大，英国、荷兰与德意志帝国顺势崛起，提升了西方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发展成了帝国。爱尔兰在培育了马铃薯之后，人口急剧上升，他们对于这种主食的依赖也与日俱增。但后来灾难爆发了，从1845至1852年，马铃薯枯萎病摧毁了爱尔兰的大部分马铃薯作物，导致了爱尔兰马铃薯饥荒。这是世界历史上致命的饥荒之一，超过100万爱尔兰人饿死，200多万人逃离家园。然而，马铃薯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，这种作物的生产最后恢复了正常，而欧洲人口，尤其是劳工阶级持续增加。得益于爱尔兰移民的涌入，欧洲拥有了庞大、持续增长且丰衣足食的人口，足够满足新兴工业所需的劳动力。正是这些工厂引领的工业革命，造就了现代化世界。所以，我们几乎无法想象，在一个没有马铃薯的世界中，工业革命是否还会发生？二战中的盟军部队若没了易栽培的马铃薯充饥，会不会因此战败？甚至二战根本就不会发生。这么一想，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里程碑，至少有一部分功劳属于这秘鲁山顶上的平凡马铃薯。如果您对学习历史怀有热忱，欢迎订阅此频道，因为历史中得来的教训能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挑战。